人活到60-70岁，就像一杯放了很久的水，白天的时候杯里的水是浑浊的，各种琐事，各种烦恼像灰尘一样在水里翻来滚去，你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想不清楚。只有到了深夜，当一切都静止下来，那些浮了一辈子的灰尘才会慢慢沉淀到杯底，水就清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老人都会在凌晨3点钟醒过来，这是天地之间最慈悲的一个时刻，是宇宙在提醒你，你已经在这场人间大梦里睡了太久了，该醒一醒了。佛法说，一切众生皆在无明大梦之中，我们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被卷入了一场所有人都在做的集体梦境。从牙牙学语开始，就有人告诉你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什么年纪该做什么事，你照着所有人说的做，一步一步活成了邻里口中的好人，儿女眼中的靠山，一个标准的不能再标准的长辈。你这一辈子每一步都像是照着别人写好的剧本在走，最可怕的不是你演得有多累，是你走了一辈子连怀疑都没有怀疑过。为什么不怀疑？因为你抬头一看，张三是这么活的，李四也是这么活的，整条街上的人都在这条道上挤，人家说这就是幸福，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就是这样，你也就跟着点头，摸着胸口对自己说，对对对，这就是幸福，别人都是这么过的，我得撑住。可是你真的觉得幸福吗？如果真那么踏实，为什么会在那个帮儿女收拾完屋子，一个人拎着沉甸甸的垃圾袋下楼的黄昏，或者在菜市场买完菜往回走的路上，听到街边店铺里突然放起一首你年轻时听过的老歌，你的心会猛地揪在一起，那一刻你甚至觉得连呼吸都发紧，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你到底在委屈什么？我来告诉你，你委屈是因为你这大半辈子从来没有一天是为你自己活的，你全是为了面子，为了票子，为了儿女，为了别人嘴里那一句你是个好人，你是个尽职的好父母。你就像一个木偶，身上绑着无数根线，这根线叫面子，那根线叫责任，上面还有一根最粗的线叫世俗眼光。你在这个戏台上辛辛苦苦唱了60-70年的戏，累得嗓子都哑了，骨头都快散架了，可是那出戏的名字叫别人的期待，根本不叫你自己。你把别人嘴里的标准当成了自己的尺子，把别人写好的剧本当成了自己的命，这就叫沉睡期，这就叫大梦未醒啊。就像一个人在梦里梦见自己发了大财，或者梦见自己被老虎追，在梦里急得满头大汗，又哭又笑，旁边醒着的人看他觉得很可笑，你那是假的啊，你醒醒吧。可是在梦里的人，他觉得一切都是真的，他为那些虚幻的东西掏心掏肺。你们大半辈子追求的那些面子，那些别人眼里的风光，就是梦里的东西。你拼命维持的那个完美家庭，慈祥长辈的躯壳，把你真正的灵魂压得快喘不过气了。所以那半夜3点钟的异常清醒，那不知道为什么掉下来的眼泪，正是这第一阶段沉睡期到了极点要破茧的先兆。老天爷慈悲啊，他不忍心看你就这么迷迷糊糊的带着这身糊涂账走完一辈子，那个流泪的你，那个不知道自己在哭什么的你，其实是你的真灵魂，躲在那个疲惫不堪的肉体凡胎里，偷偷的委屈。那是你内心深处在呐喊，我这辈子到底在干什么？我到底是谁？在这个沉睡的阶段里，最大的标志就是你会哭，
但你不知道在哭什么。你觉得每天的日子被各种琐事填得很满，可是心里却空得像个漏风的破罐子，风一吹就呜呜作响。你不敢停下来，你每天变着法儿的找事情做，找老头老太太聊天，看电视，去跳广场舞。为什么？因为你一旦停下来，那种可怕的空虚感就会把你吞掉。你怕静，你怕独处，你怕面对那个连你自己都不认识的自己。我跟你们讲，人活一世，不怕吃苦，就怕吃得不明不白。你们大半辈子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委屈，到头来如果连真实的自己都没见着一面，那才叫真遗憾。但是只要你开始在半夜流泪了，只要你开始在心里问我怎么了，这就说明这层最厚的洋葱皮已经被你撕开了一个小口子。你们要晓得，这洋葱皮要是裂开了一道口子，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你会开始觉得这日子明明过得挺顺畅，该有的都有了，外人看着也挺羡慕，可你这心里头啊，就是觉得哪里不对劲。怎么个不对劲法？就是觉得这日子过得发空，没味道。就像你住了一辈子的老房子，以前觉得挺安稳，可到了半夜，你突然听见房梁开始咯吱咯吱作响，你知道这房子可能出问题了，可能有白蚁了，可能要塌了。但你干了什么呢？你不敢去修，你怕麻烦，你更怕面对那个未知的恐惧。于是你干脆拿起遥控器，把电视机的音量调到最大，假装什么都没听见，假装什么事情也没发生。我告诉你们，这就是咱们觉醒的第二个阶段，松动期。我给大家讲个真事，有个老大姐，大半辈子可以说是太贤惠，太能干了。年轻的时候跟老伴走南闯北做生意，吃尽了苦头。后来为了儿子，老两口把老家宽敞的院子卖了，大老远跑去大城市，给儿子凑首付买了大房子。大姐天天起早贪黑买菜做饭，像个免费的保姆一样，又帮着把小孙子带到了上小学。周围的亲戚老乡谁不竖大拇指，都说他有福气，儿子在大城市安了家，孙子又聪明，这算是功德圆满了吧。可是有一天下午，大姐一个人去超市买菜，超市里冷气吹着，人来人往，放着喜庆的音乐。她推着车走到那个长长的货架前面，看着满架子琳琅满目的米面粮油、零食蔬菜，她突然就愣在那儿走不动了，眼泪毫无预兆的哗哗往下掉，连推车都快扶不住了。别人以为他心脏病犯了，问他怎么了，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后来跟我说，在那一瞬间，他看着那堆东西，心里突然感到一种极其可怕的空虚。他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我这辈子难道就这样了吗？我一天到晚像个陀螺一样转，这大房子是儿子的，这好日子是孙子的，我自己的心到底在哪儿呢？我为了这个家掏心掏肺，可我为什么一点都感觉不到快乐？那个大姐当时害怕极了，她觉得自己的思想出了大问题，她赶紧偷偷擦干眼泪，买完菜跑回家，继续在厨房里做那一桌子好菜，继续在饭桌上对着儿子儿媳笑，假装自己是个最幸福的老太太。她以为把这个念头压下去，不去想，这事儿就过去了。你想想看，有多少人是这么过来的？在这个松动期里，你已经发现那些所谓的成功，所谓的家庭圆满，并没有让你真正快乐。你看着家里东西越来越多，存折上的数字也算过得去，心里却越来越虚。你开始偷偷问自己，难道这辈子就这样了？然后又赶紧拍拍自己的脸说，别瞎想，大家都这么过，活在当下。可是你骗得长久吗？骗不了的。
觉醒的第一个真实信号，就是你开始受不了自己骗自己了。那超市里掉下来的眼泪，就是你的自信在抗议，是那股被你压制了大半辈子的业力在松动。既然你装聋作哑，把电视声音调大，假装听不见心里的声音，老天爷在上面看着着急呀，他老人家看你在这个无明大梦里越陷越深，紧紧抱着那些虚幻的世俗面子，死死不撒手，怎么叫都不行，怎么办？我跟你讲，老天爷慈悲，但有时候慈悲也是带着怒火的，你软的不吃，只能上霹雳手段。这就到了第三个阶段，也是最痛最要命的一个阶段，崩塌期。佛法讲得很清楚，这就叫业力引爆。你想想看，有多少人就在觉得生活不对劲，但又凑合过的时候，突然一下天塌地陷了。有的是什么？有的是大半辈子要强，突然有一天身体亮起了红灯，拿着医院的检查报告，腿都软了，才知道这副臭皮囊根本由不得自己做主。有的是那个老实巴交伺候了大半辈子的老伴，突然跟你翻脸，甚至大半辈子的婚姻说崩就崩了。还有的是什么？是儿女出了大乱子，要么是败光了你半辈子攒下来的养老钱，要么是惹了天大的麻烦，把你那个维持了几十年在亲戚朋友面前最有面子的完美家庭的外壳砸得稀巴烂。在这个时候，你感觉整个世界都碎了，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连怎么跟外人圆场都不会了。你蹲在自己家那一地碎片里，看着手里死死抓着的那些东西，那张空了的存折，那张废纸一样的结婚证，那个慈母严父的面具，现在他们全成了一堆扎手的碎玻璃渣。很多人在这个阶段呼天抢地，哭着骂老天爷不长眼，我大半辈子积德行善，我没有害过人啊，我什么都为了这个家，为了孩子，为什么最后落得这么个凄凉的下场？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这个道理很简单，我来帮你们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你以为老天爷在惩罚你吗？错了，这是老天爷在用最猛烈的药强行帮你破执。什么叫执？就是你死死抓在手里，把你困了一辈子的那个假象，你把你那个世俗的剧本抱得太紧了，紧到连你的本命真元都快被勒死了。你太在乎别人怎么看你，太在乎儿女能不能给你长脸，太在乎这段婚姻能不能维系你贤妻良母的名声，你的心全挂在这些外物上。老天爷要是不把这栋摇摇欲坠的老房子给你彻底推倒，你就会被砸死在里头。你以为房子塌了是末日，其实在因果的大局里看，这不是绝路，这是你重生的唯一机会，不破不立啊！诸位，那些旧的烂因果，那些绑着你吸你血的烂绳子，如果不断个干干净净，新的契机，新的福报怎么进得来？老天爷把你的假东西全部拿走，就是要逼着你睁开眼睛看看，脱掉了这些身份，放下了这些面子，你到底还是不是个活生生的人？当你那个旧的剧本被撕得粉碎，你紧紧抱着的那些名利面子，甚至所谓的完美家庭，轰隆一声彻底塌了之后，你站在一地的废墟里，这就到了最要命的第四个阶段，空白期。你们想想看，你站在这片空地上，左看右看，旧的日子碎了一地，什么都没了。新的日子呢，连个影子都没有。每天早上醒来，你不再像以前那样有那么多必须要做的事。以前天不亮就要起来，给一大家子人做早饭，现在不用了。以前每天要去单位报到，坐在那个你坐了几十年的位置上，现在那个位置换成年轻人了。
以前老伴天天在耳边唠叨，虽然烦，但总算个动静。现在屋子里静得连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在这个时候，周围的亲戚朋友来看你，都急着劝你赶紧振作起来吧，别瞎想了，老哥哥现实一点，找点事干，日子还得往下过啊。儿女也怕你的老年痴呆，天天催着你去报个老年大学，或者去跳个广场舞。可是你呢？你看着他们那一张嘴在动，你心里就一个念头，求求你们都别管我了，让我一个人待会儿，哪怕就待一会儿就行。我告诉你们，这种什么都不要，又觉得什么都可以要的阶段，是人这一辈子最难熬，但也最宝贵的阶段。可是绝大部分人在这片废墟上是待不住的。为什么？因为人怕空啊。你们这大半辈子习惯了把自己塞得满满当当，习惯了被别人需要，现在突然一无所有了，没有身份了，没有负担了，你反而心里发慌，手心出汗，你觉得自己没用了，像个被扔在角落里的废品。于是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就开始犯下半生最大的错误，急着逃跑，乱抓救命稻草。有的老哥手里刚剩点养老的本钱，心里一空虚，急急忙忙跑去弄什么高风险的投资理财，想证明自己还有能耐，结果被人骗得血本无归。有的老姐老伴刚走，或者家里出了大变故，心里那个窟窿填不上，赶紧找个大伙过日子的，或者拼命去插手儿子女儿的家务事，找存在感，结果引狼入室，或者把儿女的家搅得鸡犬不宁。这叫什么？这叫刚从火坑里爬出来，你嫌外面太冷，自己又跳进了泥潭，这是在造新业，是在大把地折损自己后半生的福报。你们要晓得，老祖宗里头有个人就把怎么在这最难熬的空白期里待下去的学问活得最明白。谁呢？唐代的大诗人王维。你们可能光知道他写诗厉害，被人叫做诗佛，其实他后半辈子的命苦得能让人把胆汁都吐出来。王维年轻的时候多风光啊，状元及第，才华横溢，长得又帅，在京城里当着大官，可以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可是后来呢，安史之乱爆发了，叛军打进了长安城，皇帝带着人跑了，王维没跑掉，被叛军抓了个正着，硬逼着他当了伪政权的官。等到后来朝廷的军队打回来，收复了失地，这下子坏了，王维成了什么？成了叛贼，这可是要满门抄斩的死罪啊！虽然最后靠着他弟弟拿自己的官职来拼命求情，好歹保住了一命，但他那一辈子的清誉，大半生积攒的名声，彻底毁得连渣都不剩了。更惨的是什么？在这期间，他最心爱的妻子也病死了，他连个一儿半女都没留下，大半生的家业名誉、亲人地位全没了，全成了手里扎人的玻璃渣。你想想看，要换成一般人站在这么大的一个人生的大空白里，是不是得当场疯掉？是不是得四处托关系找门路，拼了老命也得把皇上的信任找回来？或者天天在家里哭天抹泪，抱怨老天爷不长眼，为什么这么折磨自己？但王维没有，他怎么做的？他什么都没去辩解，也不去乱抓那些官场上的救命稻草了。他一个人孤零零地退到了终南山下的艮川，自己弄了个破茅草屋。在这个空荡荡的阶段里，他没有用世俗的忙碌去麻痹自己，他在那片山水里找到了一种极度空灵安宁的气场。你们如果懂点音律，就能体会他当时的心境，就像是极其清冷的古筝声
伴着几下极其深沉悠远的编钟声，在山谷里缓缓回荡，那种气场不急躁不喧哗，极其的通透幽静。他就坐在这个空灵的气场里，听着山风，看着流水，和这个巨大的空待在了一起。他在这个时候写了2句诗，你们肯定都听过，叫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2句话没有几十年的人生阅历，你根本读不懂。他把这个空白期的秘密全给说透了。什么叫水穷处？就是沿着小溪一直走，走到最后发现源头干了，没水了，前面是一座悬崖，没路可走了。这就是你们遇到的大变故，你的天塌了，你的剧本演完了。一般人走到水穷处就开始嚎啕大哭，就开始拿脑袋撞悬崖，非要徒手挖出一条河来，挖得满手是血也不停。可王维呢，他一不哭二不闹，他扑通一下就在这没路的地方一屁股坐下了。坐看云起时，既然地上的水没了，路断了，那我就坐下来歇会儿，抬头看看天上，什么时候起云彩吧。这个道理很简单，这就叫定力。佛法讲得很清楚，这就叫如如不动。你以为的空白迷茫一无所有，其实根本就不是坏事。你们用常理去想想，一个屋子里如果堆满了破烂家具、旧衣服、发霉的杂物，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新鲜的空气能进得来吗？好风水能进得来吗？老天爷费了那么大劲，不惜用霹雳手段，把你那个摇摇欲坠的破屋子拆了，把里面那些吸你血的执念全扫出去，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给你腾出一片干干净净的空地啊！这片空白不是让你用来害怕的，它是你终于清理出来的因果空间。你那个心就像个杯子，里面大半辈子装满了别人的眼光、世俗的面子，那水早就收了，发臭了。如果不彻底倒空，连一滴都不剩，老天爷就是想给你赐下甘甜的泉水，你拿什么装？你一装进去，就又被底下的收水给弄脏了。如果你在空白期里耐不住寂寞，为了逃避那点空虚感，随便去抓个什么东西来填补生活，那你这片好不容易清理出来的空地，马上又会长满毒草。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刚经历完一场大灾，急着翻盘，结果迎来了更大的灾。因为你的杯子还没洗干净，你就急着去盛泥巴水了。所以啊，各位老哥老姐，如果你们现在正处在这个阶段，觉得什么都没了，觉得每天日子过得很空很迷茫，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听老头子我一句劝，千万要稳住，不要怕。儿女忙他们的工作不来看你，你不要抱怨，你就自己去菜市场挑2颗新鲜的青菜，给自己做一顿清清爽爽的面条，安安静静的吃完。别人家逢年过节热热闹闹，你家冷冷清清，你就在这冷清里泡一杯清茶，坐在阳台上晒晒太阳，什么都别去想，什么都别去抓，就让自己在这个空里头待着。在这个空白期里，老天爷是在考验你呢，看你的定力够不够厚，看你能不能真正的放下过去。只要你能在这一片空白里安安静静的待得住，不抱怨，不发慌，不乱动，你身上那些积攒了大半辈子的浑浊业力，就会像泥沙一样，在这死水一般的宁静里慢慢的沉淀下去。上面那层清水，那股清气就会升上来。等这股清气养足了，你的杯子彻底洗干净了。到了那个时候，你才算是真正拿到了重新开始的入场券。
新的契机就会在你心里生根发芽。那这发出来的新芽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是不是老天爷马上给你掉下个大金元宝，或者让你的儿女突然对你百依百顺？都不是。我告诉你们，这颗新芽是你脑子里开始冒出一种全新的念头，这就到了咱们觉醒的第5个阶段，重建期。但是各位老哥老姐，你们千万别搞错了，这里说的重建可不是让你在原来的废墟上把那栋塌了的老房子原封不动的再盖一遍。如果那样做，那你之前的苦就全白吃了，老天爷的霹雳手段也白费了。真正的重建是从你换个方式问自己问题开始的。你想想看，你们大半辈子遇到事情，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不是永远都在问我该怎么办呢？儿女吵架了，你急得团团转，哎呀，我该怎么办才能劝好他们啊？邻居亲戚在背后说闲话了，你气得睡不着，我该怎么办才能让他们觉得我是个好人啊？生病了，钱不够了，你满脑子都是，这下完了，我该怎么去求人，怎么去应对啊？你们要晓得，只要你还在问我该怎么办，你就是在向外找答案。佛法讲得很清楚，这就叫向外持求。你像个没头苍蝇一样，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别人身上，寄托在外界的改变上。你总觉得只要儿女听话了，只要亲戚满意了，只要别人夸你了，你的日子就好过了。这可能吗？别人的心长在别人身上，那叫别人的业力，你怎么可能控制得了？所以当你熬过了那个死寂一般的空白期，你的心一旦清静下来，你就会突然开窍，你会把这杆向外指的枪头调转过来，对准自己。你不再问我该怎么办了，你开始问一个最狠也最真诚的问题：我到底想要什么啊？这个道理很简单，但绝大部分人活到70、80岁都没弄明白。比如逢年过节，儿女说工作忙不回来了，要是以前，你肯定要问我该怎么说才能让他们觉得愧疚，赶紧买票回来呢？或者自己躲在屋里掉眼泪，觉得没面子。但是现在你心里那个执念破了，你不问了，你开始问，他们回不回来是他们的事。那我今天这个下午，我自己想要怎么过呢？我是想要舒舒服服的泡个脚，听段戏，还是想要去公园里晒晒太阳？你一旦开始问我想要什么，你身上那副沉重的枷锁咔嚓一声就断了，你把生命的控制权从别人手里给夺回来了。紧接着你的问题会一个接一个的变。以前你买件衣服，办个事情，总是提心吊胆的问，我穿这个颜色别人会怎么看我？会不会觉得我老不正经？我不去帮儿女带孩子，亲家会怎么看我？街坊邻居会不会戳我脊梁骨？你活在别人吐出来的唾沫星子里，战战兢兢。现在呢，房子都塌过一回了，生死病痛你都熬过来了，你还怕什么别人的眼光？你开始问我自己怎么看我自己？我穿这件红衣服，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高不高兴？我不去带孙子，我这副老骨头是不是能多活几年？少给社会添麻烦，别人的嘴爱怎么说怎么说去。他们替你生病吗？他们替你还债吗？他们替你走阴阳道吗？通通不能。那你还怕他们看什么？再往深里走，你连世俗的是非对错都不在乎了。以前你总是在纠结，我这么做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老规矩是怎么定的？现在你明白了，世间哪有什么绝对的正确和错误？那些所谓的规矩都是别人编出来套你的。你开始问，
什么对我是真的，我不装了。我不想笑的时候，我就不笑了。我累了，我就直说我干不动了。我不去扮演那个永远不会累的铁人父母了。我承认我就是个会痛、会自私、想歇着的普通老头、老太太，这就是真的。诸位啊，这可不是让你们去变坏、去自私自利，这恰恰是老祖宗讲的明心见性。当你不再满世界去寻找所谓的标准答案，不再拿着别人定好的规矩来委屈自己，你才算是真正坐在了人生的考场上，拿起了笔，开始答属于你自己的那份卷子。只要你的问题变了，老天爷给你的答案立马就变了。你不去控制儿女，儿女反而觉得跟你相处轻松了。你不去讨好外人，外人反而不敢随便拿捏你了。你这口底气一足，你家里的风水，你身上的磁场全跟着转过来了。这就叫一念转，天地宽。一旦你这口底气足了，你家里的风水，你身上的磁场跟着一转，你接下来过日子的方式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完全变了个样。这就到了咱们觉醒的第6个阶段，成长期。你们要晓得，这个变化是很慢的，慢到你自己可能一开始都察觉不到。但是当你有一天早上起来，照着镜子梳头的时候，你突然发现镜子里那个人的眼神变了。以前那个眼神是讨好的，是疲惫的，是战战兢兢生怕惹麻烦的。现在那个眼神变得清澈了，透亮了，里面有一股别人夺不走的定力。你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心里会升起一种特别踏实的感觉。你会说，哎呀，这么多年了，我终于认得这个人了，这才是真正的我啊。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因为在这个成长期里，你开始拔掉身上的一根毒刺，这根毒刺的名字叫做应该。你想想看，以前你做决定是不是全凭应该这2个字？家里有点好吃的，你觉得应该留给孙子吃，自己哪怕咽口水也舍不得动一筷子。亲戚家办喜事，明明你膝盖痛得走不动路，你觉得应该去随个份子露个脸，不然别人会挑理。哪怕是老伴对你大呼小叫，你也觉得为了家庭和睦应该忍一忍。但是现在你心里那个结打开了，你不再用应该去做决定了，你开始用想要来过日子。这口好吃的，我今天就是想要自己尝尝那个虚情假意的亲戚聚会，我今天就是不想要去。我在家躺着听戏多舒服。老伴要是再无理取闹，我不再忍气吞声了，我直接告诉他，我不想听你瞎嚷嚷，你给我闭嘴。你不再要求所有人都喜欢你了，你开始知道，只要你自己心里舒服，只要你保护好那些让你觉得滋养的关系，这就足够了。你开始像护着眼珠子一样保护自己的那点不一样。别人说你自私也好，说你古怪也罢，你全当耳旁风。我告诉你们，老祖宗几千年的历史里头，把这一层境界活得最透彻最痛快的有一个人，咱们大家肯定都听过他的名字，叫唐伯虎。大家一听唐伯虎，脑子里马上想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觉得他天天画画喝酒，风流快活得很。我跟你讲，你们要是这么看，那就是只看到了皮毛。唐伯虎这一辈子是一场极其惨痛，但也极其伟大的觉醒。唐伯虎年轻的时候，那是天才中的天才，16岁就考了第1名。按照当时世俗的剧本，他应该是一路高歌猛进，考状元，当大官，光宗耀祖，全天下的人都捧着他。他自己也觉得这世间的好东西都应该是我的，可是老天爷怎么安排的？
就在他去京城考试，眼看着就要拿到状元的时候，突然爆发了科场舞弊案，他莫名其妙地被卷了进去，直接被打进大牢，受尽了严刑拷打。等他从大牢里被放出来的时候，什么都没了。朝廷下令他这辈子永远不准再参加考试，连个小官都不给当。这等于把他的人生剧本直接给撕了个粉碎啊！等他拖着一身的伤病回到老家，你猜怎么着？他那个原本指望着当官太太的老婆，看他彻底废了，直接收拾金银细软跑了，连他家养的狗都冲着他狂叫。你想想看，大半生积攒的才华、名誉、前途、家庭，一夜之间全成了碎渣。一般人遇到这种事肯定是痛不欲生，要么寻死觅活，要么赶紧去巴结权贵，像条狗一样去讨个饭碗，想方设法把自己那个好人的面具重新戴上。可是唐伯虎没有，他在经历了那种剥皮抽筋一样的空白期和痛苦之后，他彻底醒了。他看透了世俗那些所谓的应该、规矩、面子，全都是吃人的鬼话。他调转枪头，不再去问朝廷怎么看我，世人怎么看我，他开始问我到底是个什么人。既然做不了你们眼里的好学生、好官员，那我就做个真真切切的唐寅。他开始怎么过日子呢？他去街头卖画。你们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读书人去街头卖画换酒钱，那是被认为非常下贱、极其丢脸的事情。那些以前嫉妒他的或者本来不如他的人，都在街上指指点点地嘲笑他。哎呦，快看呐，这不是当年大名鼎鼎的唐大才子吗？怎么沦落到像个商贩一样卖字画了？真是不成体统。疯了疯了！面对满大街的嘲笑，唐伯虎干了什么？他大笑一声，写下了一首诗，其中2句绝大部分人都听过。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个道理很简单，这绝不是他在逃避现实，这是他建立起了自己内心极其强大的标准。他在对这个世俗说，你们笑我疯了，不按你们的剧本走了，可我心里清楚得很。你们这些看起来很正常，每天为了升官发财戴着面具磕头作揖的人，才是真正在梦里没有醒过来的人。你们看不穿这世间的虚妄，我已经看穿了。所以各位老哥老姐，当你开始用新的方式过日子，开始拒绝别人的无理要求，开始为自己活的时候，你周围那些习惯了占你便宜，习惯了你无底线付出的亲戚朋友，肯定会跳出来指责你。他们会说，老李头变了，老王太太多管闲事了，怎么越老越不懂事了？佛法讲得很清楚，当别人说你疯了变了的时候，你不要害怕，你应该在心里偷偷的笑，因为你知道外面看着差不多，但你这具老皮囊的里面早就换了一套新的天地，你已经跳出了他们的因果圈子，你不陪他们玩那些虚伪的把戏了。当你把这种不一样保护好，当你习惯了用真实的面目去面对这个世界，慢慢的你就会进入咱们这趟觉醒之旅的最后一个阶段，扎根期。什么叫扎根？就是那颗在废墟里长出来的新芽，经过风吹雨打，终于把根须深深地扎进了泥土里，你终于落地了，尘埃落定了。很多人有个误区，以为我觉醒了，我开悟了，从此以后我的人生就天天是大晴天了，我再也不会生病了，儿女再也不会惹我生气了，我每天都像活在神仙洞里一样快乐。我告诉你们，那是不可能的，那是迷信。只要你还带着这副肉身，只要你还在这个红尘里呼吸，你就要受这个世间的自然规律管束。
老天爷不会因为你觉醒了就不让你老，不让你病，不让你面对生离死别。到了第7阶段的扎根期，真正的状态是什么？是虽然你遇到了难事还是会迷茫，但你在心里知道这只是个过程，咬咬牙就过去了。虽然身上有了病痛，或者家里有了变故，你还是会觉得痛苦，但你知道这只是肉身在还债，这只是个信号，你的心不再跟着身体去歇斯底里的喊叫了。虽然面对这个复杂的人间，有时候你还是不得不去妥协，但你的心里有一条底线，那条线就像钢筋一样硬，谁也踩不破。最关键的是什么？是你终于学会了怎么原谅自己。你们大半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其实是自己，你们总在后悔，我当初要是没嫁给他多好啊，我当初要是没让儿子干那个工作多好啊，我真是一个失败的母亲，我没把孩子教育好。你在心里把自己抽了无数个大嘴巴，但是到了扎根期，你和解了，你接受了人生的残缺，你承认了自己就是个凡人，你承认了自己身上也有自私，也有阴暗面，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你拍拍自己的肩膀说，老伙计，咱们尽力了，不管好的坏的我都认了，我都接受，这就叫清醒的活着。真正的觉醒不是飞天成仙，而是学会和那个不完美的自己和这个千疮百孔的世界和平相处。你不再去追求一个完美的结局，因为你知道人这辈子永远都在路上，每一个阶段的终点不过是下一个阶段的起点罢了。当你能够这样稳稳地站在大地上，不去羡慕别人走得有多快，也不去自责自己为什么走得这么慢，当你能够在自己的节奏里清清爽爽地喝一口白开水都能喝出甜味来的时候，我恭喜你，你这几十年的苦没有白吃，你半夜流下的那些眼泪全变成了滋养你灵魂的甘露。可是啊，讲到这里，你们肯定要问我了，南师啊，这道理我都听懂了，可我明天早上睁开眼，这日子我具体该怎么过啊？我也不能天天坐在废墟上发呆啊！我告诉你们，觉醒不是让你们脱离生活，去深山老林里当神仙，咱们还是要吃喝拉撒，还是要面对这个红尘。但是你拨动天地气机的方法得彻底换一换了。今天我不给你们讲那些烂大街的，什么早上起来喝杯温水，晚上要去跑个步，这些表皮的养生法，老祖宗的学问讲究的是养命定魂。我教你们3个最实在，最能直接改变你们自身磁场和家运的真开始。只要你们每天照着做，不出3个月，你精气神绝对不一样。这第一个开始就是每天睡觉前安安静静地问自己一个真问题。问什么呢？就问今天这一整天，什么时候我最像我自己，什么时候最不像。你们要晓得，咱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大半辈子都有个通病，叫做神光外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魂魄，你的心神一天到晚都挂在别人身上。早上眼睛一睁，心里想的是，哎呀，孙子今天上学别迟到了，中午去买菜。心里挂念的是，儿子晚上回来吃什么。下午坐在公园里，耳朵里听的是老李家儿媳妇不孝顺，老张家儿子赚了大钱，心里跟着起起伏伏，气得够呛或者酸得要命。你这一天全在为别人操心，你的魂魄是散掉的。佛法讲得很清楚，这叫心随境转。你被外面的境界牵着鼻子走，你的元气就这么一点一滴的漏光了。这就是为什么你们每天明明没干什么重体力活，可一到晚上就觉得浑身骨头疼，
累得像散了架一样，因为你的神散了，所以每天晚上躺在床上，趁着夜深人静，你把外面的事情全放下，问自己这个问题。这就是老祖宗讲的回光返照，把射向外面的那束光调转头照回自己身上。你仔细回想一下，今天上午我为了面子陪着亲戚在那说了一大堆违心的客套话，陪着笑脸，那个时候我最不像我自己，我觉得真恶心。可是下午我一个人坐在阳台上，什么也没想，安安静静的给自己泡了一杯热茶，喝下去那一刻我觉得真舒坦，那个时候我最像我自己。这个道理很简单，当你每天都能把这个问题问一遍，你散落在这个世间的三魂七魄就像听到召唤一样，慢慢就聚拢回你的丹田里了。你的魂定住了，你就不慌了，你越来越清楚什么能让你滋养，什么在消耗你，以后再遇到那些消耗你的人和事，你本能的就会躲开。这第二个开始就是每周必须去做一件没用的事。很多老哥老姐听到这里要撇嘴了，男士啊，我都七老八十了，时间都不够用了，哪里还有空去做没用的事？我得帮家里发光发热。我告诉你们，人这一辈子最大的悲哀就是把自己当成了一件有用的工具。年轻的时候你是单位里有用的员工，是父母眼里有用的骄傲，成家了你是伴侣眼里有用的靠山，老了你还要拼命向儿女证明自己是个有用的免费保姆。你们把自己当成了一把铲子，一个扫把，只要一天不干活，不产生一点意义，你就觉得自己没价值了，心里就发慌。这种时时刻刻绷紧了要有用的念头，就是你们身体里最大的那股浊气。这股浊气把你五脏六腑都给憋坏了。老祖宗的智慧是讲无为，无为才能无不为。你怎么把这股浊气化解掉？就是去做没用的事，不为了家务，不为了帮儿女，不为了锻炼身体，甚至不为了任何意义，就仅仅因为你喜欢。比如你找个舒服的下午，把门一关，躺在靠椅上，不看电视，不听那些闹哄哄的新闻，你就放一段空灵的音乐，就像一首曲子，底下是古筝在那儿悠悠地弹唱，背景里混着那种现代电子的空旷感，好像把你带到了一个无边无际的宇宙里，然后里头时不时传来几声深沉的像古庙里敲击编钟一样的回音。听这种深沉的编钟声有什么用吗？能当饭吃吗？能帮你扫地吗？都不能，它一点用都没有。但是当那个深沉的编钟声有什么用吗？悠远的声波在你房间里回荡的时候，你闭上眼睛，你会感觉那声音像水波纹一样穿透了你的皮肤，在给你全身的经络做按摩，那种极其空灵通透的气场瞬间就把你脑子里那些家长里短世俗烦恼给冲刷得干干净净。你在这种毫无目的的安静里待上个把小时，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天地间吸取清气啊！你可以去听一首这样的曲子，也可以去公园里看一群蚂蚁搬家看上1个小时，甚至就是坐在窗前看天上的云彩怎么变来变去。不要觉得这是浪费时间，这就叫养鸡，养你生命里的生机。当你在这个红尘里还能拥有一份与世无争、毫无用处的闲心时，你身上的命盘就不再是死气沉沉的了，它就活了。这第3个开始就是每月清一次你的应该清单。什么是应该清单？你拿张纸写写看，我应该把每月的退休金贴补给儿子还房贷，我应该帮儿媳妇把晚饭做好，我应该在亲戚面前表现得大度宽容。我告诉你们，这张单子上的每一条
全都是趴在你背上吸你血的冤亲债主，这就叫执念。你背着这么沉重的一大袋子执念过日子，你的腰能挺得直吗？你的血压能不高吗？老天爷从来没有规定过你应该怎么做，这些规矩全是世俗强加给你的，也是你自己套在脖子上的。每个月你给自己定个日子，把这张单子在脑子里过一遍。怎么清空它呢？就是把所有的我应该改成我选择，或者干脆改成我就不，我应该给儿子做饭，改成我今天累了，我选择不做，让他们自己叫外卖。我应该去参加老张家的满月酒，改成我看到他们家那些攀比的嘴脸就烦，我就不去。有的老姐会说，这不行啊，那我不成自私自利的老太婆了吗？儿女会有意见的。你们要晓得，真正的慈悲绝对不是建立在你委曲求全的基础上的。你心里带着一肚子的委屈和怨气去帮儿女做饭，你散发出来的全都是负能量。儿女吃了你做的饭，不仅不会感激你，还会觉得家里气压很低，动不动就因为一点小事跟你吵起来，这就是恶性循环，你在造恶业啊。当你开始把应该扔掉，你拒绝了那些违背你本心的事情，你心里舒坦了。你哪怕只是一个月给儿女做一次饭，但那是你高高兴兴真心实意选择去做的，那一顿饭里全是你的欢喜心，全是正能量的加持。儿女吃了，家庭和睦，这才是真正的积福。不要怕别人不高兴，人这辈子最难的不是学会怎么讨好别人，而是学会怎么理直气壮地拒绝。把这3个开始落实到每一天的日子里，每天问真问题定魂魄，每周做没用的事养清气，每月扔掉应该破执念，不用多久，你周围的人就会发现你这个人变了，你不再是个受气包，不再是个祥林嫂，你身上有一股让人敬畏、让人舒服的定海神针般的气场。这就叫把命盘转回了自己手里，这就叫真正的清醒。好了，老头子，我今天啰啰嗦嗦讲了这么多，把这觉醒的7层境界，还有那3个波动契机的实操方法，都给你们扒开揉碎了讲了。我知道你们年纪大了，听着听着可能前面讲的就忘了，没关系，我再最后给你们啰嗦一遍这几句话，你们一定要刻在心里头。第一件事，你们要晓得，在这条醒过来的路上，绝对没有任何捷径可以走，你千万别想着跳过任何一层。有的人遇到变故了，天塌了，他不想经历那个痛苦的空白期，他想赶紧跳过去，直接进入看破红尘的扎根期。我告诉你们，那叫自欺欺人。跳过了，你以后一定会觉得钻心的疼，错过了那一层的沉淀，你总有一天要走回头路去补考的。这个道理很简单，就像盖房子，你不把废墟清理干净，不把地基重新打牢，你着急忙慌往上垒砖头，稍微起点风它还得塌。所以老老实实的待在你自己那一层，疼就让它疼，空就让它空。第二件事，千万别去羡慕别人到哪一层了。我们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聚在一起，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比较。你一看，哎呦，老里头怎么觉悟那么高，天天乐呵呵的，我都听完课了，怎么还在第一阶段生闷气呢？佛法讲得很清楚，个人有个人的因果，个人有个人的业力，人家上辈子积的福，这辈子受的苦跟你不一样啊。允许有人走得快，也要允许自己走得慢。只要你在自己的节奏里，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对你来说，这就是最快的速度。第三件事，别以为你熬到了第7层扎根期，这辈子就到头了，就可以天天坐在家里当活神仙了。
人活一口气，修行就是一辈子的事。或许你今天觉得一切都看开了，这是今天的终点。可到了明天，遇到个新麻烦，遇到个不讲理的人，你可能火气又上来了，这又成了明天的起点。醒过来，不是说从此以后你的人生里只有晴天没有下雨了，而是说哪怕下暴雨，你心里也有把伞了，是你开始真正过属于你自己的生活了。自己的生活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只有越来越像那个最真实的你自己。所以不管你现在是在第一层迷茫的直哭，还是在第4层空虚的发慌，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愿意承认自己就在这一层，你愿意开始往上走了。你们要晓得，这世上最好的风水绝对不是你花大价钱在家里摆个什么物件，也不是你去找个高人给你算一卦。最好的风水其实就是你们自己的这颗人心。老天爷看人从来不看你嘴上怎么说，只看你起心动念是个什么样。最大的改命是改你的心念，改你的行为，改你种下的因。如果你觉得南老师今天讲的这些掏心窝子的大白话对你这颗饱经风霜的心有点帮助，请你动动手指给南老师点个赞，点个关注。更重要的是什么？我希望你们把看到的这个视频转发给你们的亲戚朋友。我告诉你们，这绝对不是让你们去凑热闹，你在这个时候转发，那就是在救人慧命，护人一运啊！你想想看，你身边的那些老朋友、老姐妹、老亲戚，肯定也有很多人正处在半夜睡不着觉，觉得天塌下来了，不知道该怎么办的痛苦里，他们正在钻牛角尖，甚至可能憋出病来。你今天轻轻一转发，他正好看到这几句话，心里的那个死结突然吧嗒一下就解开了，他不再跟儿女置气了，不再折磨自己了，他少造了一场口业，少走了一条弯路，甚至挽救了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风水。这叫什么？这就是老祖宗讲的积德。你这是在给自己、给子孙后代积攒无量的福报，功德无量啊！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你帮别人拨开迷雾，老天爷自然会照亮你前头的路。文字是有巨大力量的，你们的念头也是有强大能量的。我们几万、几十万人如果都能聚在这个评论区，大家把善念汇聚在一起，那个形成的能量场威力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建议大家现在就在评论区里留下你的善言祈福，你可以打上一句愿得清净心，也可以写上一句放下执念得大自在。你写下的每一个字，发出的每一份善念，都会融入到这个巨大的正向磁场里，最后就像山谷里的回音一样，清清楚楚地回向到你自己和你家人的身上，护佑你们晚年安康，逢凶化吉，